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ichard Greenawd 和 Ronald Cohn 的主动投资组合管理。Richard Greenawd 与 Ronald Cohn 都曾担任 Barra 公司的研究总监。这家机构开发了现代资产管理市场标准的行业分类与多因子量化风险模型，管理并影响着全球数万亿美元的机构资产配置。他们将现代金融理论、统计分析和组合优化方法系统地引入主动投资的完整流程。这本书并不是简单介绍某一种投资策略，而是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主动投资框架，如何发现市场中的有效信息，将其转化为收益预测，再通过风险控制和组合优化，最终形成可执行的投资决策流程。投资管理的核心目的只有两个：创造高收益并有效控制风险。真正的主动投资绝不依靠散乱的主观预测或是偶发的个人运气，而是把对上市公司的超长预期转化为均值为零、方差恒定的标准化统计信标。从确立业绩基准出发，到有效信息的筛选分析，再到控制交易冲击并完成组合优化，整个过程必须被组装为一个前后呼应、损耗可控的工程化流水线。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探寻怎样把市场信息逐步转化为可以兑现的投资回报。机构投资者把资金交给管理人时，不会允许这笔钱在市场上毫无边界的随意买卖。无论是一支美国大盘股基金，还是一支日本小盘股组合，委托人首先要确定的都是一条用来衡量成败的基准线。这条线就是业绩基准 benchmark， 它规定了管理人的投资范围，也代表不做任何主动判断时，按照既定规则和权重持有一组证券所能获得的默认表现。有了这条对照线，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就可以被清楚地拆开。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采用的收益分解关系，一只股票或一个组合的超额收益可以分为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它跟随业绩基准同涨同跌的收益，由贝塔决定；第二部分是扣除基准影响后，完全由资产自身表现产生的残差收益率 residual return。 可以把业绩基准看作整片海域的潮汐，潮水上涨，海面上的船只通常都会被一起抬高，残差收益率则是船只依靠自身动力相对于潮水额外前进或后退的距离。与之对应，风险也能被分成两部分，与基准同步变化的是基准风险，扣除这部分以后，由个股自身经营和主动持仓产生的波动就是残差风险 residual risk。 在实际管理中，组合相对于业绩基准多赚或少赚的部分叫做主动收益率，主动收益率的年化标准差叫做主动风险，也就是跟踪误差。当组合对基准的贝塔接近1，不进行基准择时时，主动收益率和主动风险就会非常接近残差收益率和残差风险。这套分解也划清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边界。如果你的预期与市场的一致预期收益率完全相同，最合理的选择就是直接持有业绩基准组合，因为在一致预期下，任何偏离基准的持仓都只会增加风险，而不会增加预期收益。想要真正实施主动管理，就必须提出与一致预期不同，而且能够经受检验的收益预测。因此，主动管理的注意力不应停留在整个指数一年上涨 5% 还是下跌 10%， 而应集中到扣除共同市场影响后，不同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残差回报差异。1983年至1984年的美国市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当时利率大幅下降，研究人员选取1982年12月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全部成分股，按照预测贝塔从低到高分成10个等市值组合，并跟踪此后24个月的表现。结果显示，预测贝塔与实际贝塔之间的回归斜率达到 0.93， 决定系数达到 0.89， 说明风险模型对股票相对市场敏感度的预测相当准确。然而，
各组股票的残差收益率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高贝塔股票整体低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给出的预期，低贝塔股票则相对跑赢。这段经历说明，即使共同市场风险被准确估计，实际回报仍可能偏离一致预期。主动投资真正要寻找的，正是这些不能由业绩基准和贝塔解释的残差部分。当我们把跟随业绩基准自然获得的收益剥离出去，只看资产自身表现的残差空间时，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比较就变成了一项纯粹的效率计算。判断谁做得更好，不能只看谁在某几年里赚得更多，还要看为了获得这些超额回报，承担了多大的残差风险。衡量这种效率的工具就是信息率 （Information Ratio）。它等于年化预期残差收益率除以年化残差风险。比如一个组合平均每年创造 2.3% 的残差收益率，为此承担 3.45% 的残差风险，那么它的信息率就是 0.67。 信息率不仅可以衡量已经实现的历史业绩，也能用来描述管理人未来可以触及的机会集合。以残差风险为横轴，预期残差收益率为纵轴，从原点向右上方画出一条直线，这条线就是残差前沿 residual frontier， 它的斜率正好等于信息率。信息率越高，这条直线就越陡。在承担同样残差风险的情况下，斜率较高的管理人能够获得更高的预期残差收益率，在取得相同预期收益率时，也只需要承担更低的残差风险。因此，信息率描述的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组合，而是管理人在不同风险水平下能够到达的全部有效组合。不过，知道能力边界以后，还要决定究竟承担多少风险。这个选择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最终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未经调整的预期残差收益率，而是扣除风险惩罚后的附加值。它的计算关系是用预期残差收益率减去残差风险厌恶系数与残差方差的乘积。假设风险厌恶系数是 0.1， 当组合承担 5% 的残差风险时，对应的风险惩罚就是 2.5%。 只有预期残差收益率高于这项惩罚，主动持仓才真正创造了正的附加值。在坐标图上，残差前沿是一条直线，投资者的偏好则表现为一组弯曲的无差异曲线。两者相切的位置，就是在现有信息率和风险偏好下能够实现最高附加值的组合。实践中，信息率达到 0.5 已经可以被视为较好的水平，达到 0.75 属于优秀，能够长期达到 1.0 则非常罕见。如果一个新策略在未经充分检验时就给出远高于 1.0 的信息率，首先应该检查的往往不是市场上是否出现了奇迹，而是预测能力是否被高估，风险是否被低估，或者交易成本和现实约束是否被遗漏。信息率画出了主动管理的能力边界，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条边界的高低？答案就在主动管理基本定律 The Fundamental Law of Active Management 里。在理想条件下，一个策略的信息率等于信息系数乘以广度的平方根。信息系数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衡量预测结果与未来实际回报之间的相关程度，广度 Breadth 则代表一年之内能够做出多少次相互独立的预测。如果信息系数等于0，说明预测与未来回报没有关系；如果信息系数是 0.05， 说明单次预测能力虽然不强，但确实包含一小部分稳定可以重复利用的信息。广度的作用就是让这部分微小优势在足够多的独立机会中不断累积。轮盘赌能够直观地说明这套关系。一张标准轮盘有37个格子，其中18个红色，18个黑色，还有一个绿色格子。假设玩家压红色，赌场在一局中的获胜概率是37%。赌场单局的期望收益率大约是 2.7%， 收益标准差接近 100%， 因此单局信息率只有大约 0.027。如果一年只进行一局，
这点优势几乎无法抵御随机波动。但如果全年进行100万局相互独立的游戏，广度的平方根就是1000。0.027乘以1000，信息率就会上升到大约27。赌场并不是因为能够准确预测某一次轮盘会停在哪里，而是依靠一项微小稳定的概率优势，在大量独立游戏中反复兑现。二级市场中的主动投资遵循同样的逻辑。假设一个策略每半年对200只股票进行一次独立预测，1年就能形成400次判断。400的平方根是20，只要单次预测的信息系数达到 0.025， 策略的信息率就能达到 0.5。如果每个季度预测200只股票，全年广度是800，信息系数只需达到 0.02， 信息率就能接近 0.56。 0.02 的信息系数大致相当于对股票未来相对方向的判断，正确率从随机状态下的 50% 提高到 51%。 因此，优秀的主动管理并不需要追求 80-90% 的神奇胜率。更可靠的做法是找到微小但真实的预测优势，再把它有纪律地应用到足够多、彼此独立的投资机会中。与把全部资金压在少数几次判断上相比，这种依靠能力与广度共同积累的方式更有可能形成持续稳定的附加值。确定了主动投资的相对坐标和能力上限以后，下一步就是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我们凭什么判断一只股票可能被高估或低估？真正有用的资产估值并不依靠神秘的理论，而是从企业能够为投资者创造的现金流出发。Franco Modigliani 和 Merton Miller 是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们建立的莫迪格利亚尼米勒理论 Modigliani-Miller Theorem 把公司的价值理解为运营价值与财务价值两部分。财务活动负责在股东与公司之间转移资金，决定利润是作为分红发出去还是留在企业内部继续使用。真正创造经济价值的是企业运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投资者持有股票最终能够获得的回报，也来自持有期间收到的分红，以及卖出股票时取得的价格。而未来卖出价格，本质上仍取决于更远期的现金分配能力。沿着这条逻辑，分红折现模型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把股票当前价格与未来每一期预计分红放入同一套折现关系中。它不只是直接算出一个目标价格，还可以把当前市场价格反推为一项隐含增长率 Implied Growth Rate， 在判断市场正在期待的增长是否合理。以1992年12月的主要市场指数 Major Market Index 为例，这个指数由20只美国大型股票组成。根据当时价格反推出的隐含长期增长率，平均约为 5.5%， 横截面标准差约为 3.1%。 这些数字提供了一条市场一致预期的基准线。恒定增长分红折现模型有一条非常直接的规律：长期增长率的预测提高 1%， 计算出的阿尔法也会提高大约 1%。 因此，一旦输入的增长假设偏高，模型输出的估值也会被等比例抬高。这就是所谓的增长率进，增长率出。为了减弱长期预测对估值结果的过度影响，可以采用3阶段分红折现模型 Three-Stage Dividend Discount Model。 这套模型把公司的发展分为短期增长逐步过渡和长期均衡3个阶段。分析师可以对短期盈利保持自己的判断，但长期增长率必须逐渐回归到更稳定、更符合经济常识的水平。在一个典型测算中，市场价格隐含的增长率一度达到 12.62%。 如果短期增长预测提高 1%， 经过3阶段过渡以后，最终带来的阿尔法增量会被压缩到大约 0.54%。 这样既保留了短期信息，也降低了极端增长假设对长期估值的放大作用。除了分红折现模型，还可以使用套利定价理论和比较估值法。具体做法是把一组股票放在同一横截面上，
根据账面价值、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行业归属等共同特征，估计市场为这些属性支付的价格。如果两组股票拥有近似相同的因子暴露，却存在明显不同的市场定价，就相当于找到了两家公司经营属性相近，价格却一高一低的情形。做多相对低估的一端，同时做空相对高估的一端，就有机会捕捉价格向正常关系回归时产生的残差收益。估值模型、盈利预期和价格指标能够提供原始线索，但这些线索还不能直接变成持仓。真正下达调仓指令之前，管理人手里通常会同时出现大量口径不同的信息，有券商给出的每股盈利预测，有过去12个月的价格动量，也有分析师的买入或卖出评级。这些数据使用的单位不同，分布范围也完全不同，有的以元计算，有的以百分比表示，有的只是从买入到卖出的等级排序。如果直接把它们送入组合优化器，数值较大的指标可能会在没有任何经济依据的情况下压过数值较小的指标。要让不同来源的信息进入同一套投资流程，必须通过预测基本定律 The Fundamental Law of Prediction， 把原始信号转化为尺度统一、能够直接使用的阿尔法预测。它的核心关系是阿尔法等于残差波动率乘以信息系数再乘以标准分值。这套加工过程可以分成3步。第一步是把原始信号转换为标准分值。无论原始数据是盈利增长、估值比例还是评级变化，都要根据它在全部样本中的相对位置，转化为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统一分布。处在样本平均水平的资产即为0，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即为正1，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即为负1。完成这一步以后，不同单位的信息就被放到了同一把尺子上。正负方向表示预期强弱，绝对值则反映这只股票相对于全体样本偏离均值的程度。第二步是用信息系数对标准分值进行打折。信息系数衡量这类信号在历史上与未来实际回报之间的相关程度。假设一个信号的信息系数只有 0.05， 即使某只股票的标准分值达到正2，经过预测能力调整以后，保留下来的有效信号强度也只有 0.1。 第三步是把这项无量纲的信号强度放回个股真实的残差波动中。如果这只股票的年化残差波动率是 30%， 那么 30% 乘以 0.05 再乘以正2，最终得到的阿尔法就是正 3%。 经过这3步以后，一个原本没有统一度量标准的指标才转化为可以输入组合优化器的预期残差收益率。如果某项信号在历史上完全没有预测能力，信息系数就是0，那么无论它的原始分值看上去多么突出，最终阿尔法都会被压回0。组合也不会因为这项无效信息而偏离业绩基准。这套方法并不能把垃圾信息变成有效预测，但它至少能够让每条信息按照经过检验的真实能力进入组合，避免主观信心被直接当成预期收益率。把原始指标转化为阿尔法以后，仍然不能立刻认定这项预测具有价值，因为整个转换过程都依赖一个关键参数——信息系数。如果管理人高估了信号的预测能力，最终得到的阿尔法也会被同步放大。因此，每一项信息都必须经过客观的信息分析。具体做法不是寻找他曾经抓住过哪几只大牛股，而是连续观察多个历史时期，在每一期将信号给出的强弱排序与随后真正实现的残差收益率逐一比较，由此估计它的稳定预测能力。这项审计首先要处理的是不同信号之间的信息重叠。现实中，研究团队可能同时使用盈利预测、估值指标、价格动量和分析师评级。它们表面上是4项信息，底层却可能受到同一组经济因素驱动。如果2个信号完全相关，第2个信号就没有提供任何新增信息。
此时，简单的把两者相加，相当于把同一项判断计算了2遍。正确的做法是利用相关矩阵和正交化方法，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只保留每项信号能够独立贡献的净信息，再重新估计它们各自的信息系数。处理完横截面上的重叠，还要考虑信息在时间上的衰减。任何预测都有自己的保质期，这就是信息时间尺度 （Information Horizon）。它通常用预测能力的半衰期来表示，也就是信号的信息系数下降到初始水平一半所需要的时间。有些快速信号可能只在3-4天内有效，有些缓慢的基本面信号则可以持续1年。最新的信息也不一定永远最好。对于衰减较慢的信号，把当前数据与一部分历史数据结合起来，反而可能比只使用最新一期数据更加稳定。在一个长期策略的测算例子中，信息率的半衰期大约是 1.2 年。由于附加值与信息率的平方成正比，它的附加值半衰期只有大约 0.6 年。也就是说，如果执行被延迟6个月，这项策略仍能保留大约一半的附加值，但另一半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因此，信号的寿命必须与组合的调仓频率相匹配。把一个只有3-4天有效期的快速信号放进半年才调整一次的组合，等真正买入时，信息可能早已失效。反过来，用一个能够持续1年的慢速信号指导每周换仓，也只会增加无谓的交易成本。只有把信号之间的独立性、预测能力和时间尺度同时核对清楚，原始信息才能真正转化为可实施的阿尔法，而不是停留在历史数据里看似漂亮的统计结果。完成了预期收益信号的加工以后，还不能直接把资金投入市场。阿尔法只是组合的一面，另一面是为了获得这些收益，账户将要承担怎样的风险。如果一个投资空间包含1000只股票，仅仅依靠历史价格估计所有资产之间的方差和斜方差，就需要计算大约50万个数据点。只要历史样本不够长，或者其中混入几次短期极端波动，整个斜方差矩阵就可能变得非常不稳定。专业机构通常使用结构化风险模型，把股票收益的总体风险拆成公共因子风险和个股特异风险。公共因子包括行业归属以及规模、波动率、动量等能够同时影响大量股票的风险指数。把这些共同波动剥离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是由公司自身事件和经营变化造成的特异收益率及特异风险。这种结构化分解把原本需要估计的海量资产关系压缩为数量有限的因子暴露因子斜方差和个股特异风险，使风险预测更加稳定，也让管理人能够看清每一项持仓究竟在承担什么风险。进一步的，还可以计算边际风险贡献 （Marginal Contribution to Risk）。它衡量的是，当某只股票的持仓权重增加1个百分点时，组合整体风险或相对业绩基准的跟踪误差将发生多大变化。仍以1992年12月的主要市场指数为例，这个20只股票的组合年化总风险为 20.5%， 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风险为 20.1%， 主要市场指数相对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跟踪误差为 4.2%， 贝塔约为 0.96。在主指股票核算主动边际风险贡献时，美国运通每增加 1% 的持仓，大约会使组合主动风险提高 0.6%。IBM 的主动边际风险贡献最高，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边际贡献最低，并且为负数。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组合结构下，增加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仓位，反而能够降低整体跟踪误差。这项分析说明，单只股票自身波动很大，并不等于它一定会增加组合风险，关键还要看它与组合现有因子暴露和其他持仓之间的关系。进入实盘以后，还必须区分3类风险。第一类是固有风险 （Inherent Risk）， 也就是业绩基准本身带有的市场波动。
只要委托人选择了这条基准，这一部分风险就无法消除。第二类是意向风险 （intentional risk）， 也就是管理人根据阿尔法预测，主动超配或低配特定股票和行业而承担的风险。它是为了创造超额收益有意识付出的代价。第三类是意外风险 （incidental risk）， 它不是管理人真正想要的判断，却会因为不同指标和行业特征相互关联，在组合构建中被无意带入。比如单纯筛选高分红股票，往往会使组合过度集中到公用事业等平均股息率较高的行业。一旦这些行业同时受到利率变化冲击，账户承担的就不是选股信息带来的意向风险，而是未经计划的行业风险。结构化风险模型的作用，就是保留有信息支撑的意向风险，同时识别并尽量消除这些没有预期收益补偿的意外风险。风险模型能够算出理想持仓，但从模型组合走向真实交易，还要经过交易成本和账户约束两道关口。许多在历史回测中表现优秀的策略，进入实盘后却无法兑现预期收益，原因往往不是最初的预测错误，而是组合实施阶段损失了过多附加值。交易成本至少包含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支付给券商和交易所的佣金，第二部分是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买卖价差，第三部分是大额订单推动市场价格所产生的市场冲击，第四部分是订单未能及时成交，或者为了控制冲击而放弃交易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佣金相对容易计算，真正难以估计的是市场冲击。当机构试图迅速买入一只流动性有限的股票时，自己的订单就会把价格推高；大量卖出时，也会把成交价格压低。交易规模越大，执行速度越快，占日均成交量的比例越高，市场冲击通常也越明显。除了交易损耗，账户契约也会压缩策略的可行空间。最典型的就是纯多头约束。假设模型判断一只股票被明显高估，阿尔法为负，在允许卖空的组合中，管理人可以建立空头，把负面信息转化为收益。在只允许做多的账户里，最激进的操作也只能是把持仓降到0。如果这只股票在业绩基准里的权重原本只有 0.1%， 即使完全卖出，相对于基准形成的低配幅度也只有 0.1%。大量具有价值的负面预测因此无法被充分利用。行业权重上限必须保持全额投资以及现金比例限制，也会以类似方式缩小组合能够达到的残差前沿。面对这些现实条件，管理人不能机械地追求理论上的最优持仓，而要比较每笔调仓的边际附加值与边际交易成本。只要新增持仓带来的预期收益高于交易代价，就值得继续调整。当两者相等时，组合到达现实约束下的最优点。如果连第一笔交易的边际收益都覆盖不了成本，就不应该下单。交易成本与换手率之间并不是越低越好，换手太高会让摩擦成本吞噬阿尔法，换手太低有可能无法及时利用信息。对于一项典型策略，把年换手率控制在 50% 左右，通常仍能保留至少 75% 的增量附加值，以及至少 87% 的信息率。因此，合理的交易节奏取决于信号衰减速度、预期阿尔法大小和资产流动性。执行中还要分散下单时点，限制单笔订单占日均成交量的比例，并随着市场条件变化动态调整交易速度。主动管理的最后一道关口，不是算出一个完美组合，而是尽可能少的损失预测已经创造出的附加值。投资组合经历一段真实市场运行以后，整个管理流程还没有结束。账户上涨只能证明赚到了钱，却不能直接证明管理人具备持续的投资能力。市场整体上涨，偶然压中某个行业，甚至承担了更高风险，都可能带来一段时间的漂亮收益。比较业绩时，首先要把收益和风险放在同一尺度上。
假设2位管理人在5年里分别获得 16% 和 20% 的累计主动收益。只看结果，第2位似乎更好，但如果第1位的信息率为 1.0， 第2位只有 0.7， 那么第1位是在承担更少主动风险的情况下取得了更高的风险调整效率，反而更值得信任。进一步判断回报来自哪里，就要使用业绩分析和多因子归因。归因既可以基于实际持仓明细，也可以基于组合的历史收益率。它会把相对业绩逐层拆开，哪些来自对市场贝塔的偏离，哪些来自行业配置，哪些来自价值、规模、动量等风格因子，哪些才是无法由共同风险因素解释的个股选择收益。如果一个组合长期跑赢业绩基准，但超额收益主要来自持续超配某个后来表现良好的行业，这项结果更接近一次成功的行业下注。只有在扣除市场行业和风格因子影响以后，仍然留下稳定的正阿尔法，才更有理由把它归因于个股预测与组合构建能力。即使如此，区分能力与运气仍然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对于一位真实信息率为 0.5 的管理人，仅凭1-2年的业绩是无法证明其能力。要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证明信息率显著高于0，理论上可能需要大约16年的历史数据。从概率上看，一位信息率为 0.5 的管理人在1个月内取得正阿尔法的概率只有大约 56%， 即使连续管理5年，获得正阿尔法的概率也只有大约 87%。这意味着一个真正有能力的管理人仍有约 13% 的概率在5年里交出负的累计阿尔法。长期行业数据也说明，稳定的高信息率非常罕见。在1980年至1998年的统计区间里，美国排名前1/4的主动股票管理人费前信息率大约处在 0.63 到 0.78 之间，扣除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以后，净信息率下降到约 0.48 至 0.58。 因此，复盘的目的不是简单的为盈利寻找解释，而是检查整个投资流程是否按照预期工作。残差收益究竟来自预测能力，还是来自无意的行业和风格暴露？理论阿尔法是否被过高换手和市场冲击消耗？某项历史上有效的信号是否已经随着市场变化失去原有的信息系数？这些结果再被反馈到下一轮研究中，用来修正信息系数、风险模型、组合约束和交易纪律。至此，从信息提取、收益预测、风险控制、组合构建、交易执行到业绩审计，才真正形成一个能够持续自我修正的主动管理闭环。主动投资组合管理一书把主动投资拆解为预测、风险控制与组合实施纪律。在大盘涨跌的潮水之外，想要赚取相对基准的超额回报，压根指望不上压中几只10倍牛股的侥幸。真正靠谱的买卖，不需要 80-90% 的超高胜率，只看你能不能把比普通人多准那一小点的判断分散应用到1年几百次相互独立的调仓判断里。面对市场上海量的盈利预增、估值差异和评级消息，把它们统一折算成标准分值，再根据你过去真实的准确率来打折，并且剥离掉重叠和交叉的指标，把个股表现归个股，把行业和宏观因子的变动扣干净，时刻控制住账户相对于业绩基准的颠簸。只有当你算出来的预期利差明确盖过了你买卖调仓要花掉的佣金、价差和市场冲击成本，那笔买卖下单才值得做。市场从来不奖励一时头脑发热的主观预感，谁把换手的边际账目算得清晰，谁才能把账面上的超长报酬一笔一笔扎实流进自己的账户净值里。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
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